咸冰淇淋你吃过吗？尝国宴级晚餐。棺材板什么味道？求姻缘拜母猪娘娘，你听过吗？告别龙云农场，从山上下来，一路青山白云送行。五凤庙是旅行车与小轿车接驳处，昨夜就是在这里换车上山，没多久就看到了天长地久。那是两道吊桥，第九桥是阿里山入口处，天长桥则在高处遥遥相对。天长地久桥位于阿里山公路起点，横跨巴掌溪，环绕着广场的是造型可爱的小和尚群像。这样就美丽。这是天长桥入口处。两桥之间的龙隐寺为信徒还愿建立，主祀济公活佛。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他笑我，一把伞儿破。南阿弥陀佛，南阿弥陀佛。龙隐寺雕塑精致，有数不清的济公塑像与挂灯雕饰。无烦无恼无忧愁，世态炎凉皆看透。上方有方形、圆形，还有八卦形的藻井，雕刻精致华美。上面的雕刻每个都很讲究。是啊，都是一盏一盏灯嘛。然后你看它的天长地久桥兴建于日治时期，1937年，落成时以纪念日本天皇生日的天长节和皇太妃生日的第9节命名。由于名字充满浪漫色彩，也就有了情侣若共度二桥，便能天长地久、白头偕老的传说。有一句广告词，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你更喜欢哪一个说法？下一站是高跟鞋教堂，又一个天长地久的故事。阿里山山脉过了巴掌溪就是平原，下来是嘉义县，55公里路，约40分钟车程。这边属于布袋啊，布袋港，这边是出产的鹅啊哈。蚵仔米线。哎，对，不敢的很。你看这竹筏哈，这边都是竹筏，现在竹子很少的，都用塑胶的哈，塑胶孔的那个管的哈。啊，这边属于林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的哈，这属于国家级的。那刚刚看那个乌鱼子哈，那都是养殖的哦，野生的还没来。这条公路从台北港开始，现在已修到台南，工程完成后可以直通高雄。一路上听陈导述说地方历史掌故、物产。台湾海峡附近最肥的，那刚好来到这个最肥，它下卵啊，下那个藕一季啊，是刚好的时间啊。在冬至今年好像12月22号啊，对啊，12月冬至前1个礼拜，冬至后1个礼拜，就是抓乌鱼最好的时机啊！我表弟现在还在海上，昨天传讯说，今年的乌鱼子大家都还没抓到，野生的。高跟鞋教堂是别致的打卡处，造价3000多万台币的玻璃鞋创下世界纪录。这是嘉义布袋海景公园。漂亮。所以口罩拿掉，口罩拿下来吧。哎呦，忘记。OK， 模特灰姑娘。哎，为什么？这座高达17公尺的玻璃高跟鞋教堂，在2016年2月正式开放，宽约11公尺。
由1269根钢架、320余片玻璃组合而成。蓝色的玻璃高跟鞋建筑在绿园田野中，显得相当耀眼突出。别致的教堂，熟悉的灰姑娘的故事，又是团有白土士之处。住在高山的那个原住民，他们的盐巴哪里来，知道吗？石头，哎，对，原住民很聪明的，岩石的岩哦，岩，那岩石会长出盐巴嘞，就很奇怪，他们都知道。下一站看盐田，40公里路，30多分钟路程，走沿海公路，沿着台湾海峡行走，一路是虱目鱼、蛾子养殖场。早期台南是荷兰人从台南上来的，台南才发展起来的。井仔角瓦盘盐田是北门的第一座盐田，也是现存最古老的瓦盘盐田遗址。1818年迁到现址，至今已有205年历史，成为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内最具特色的观光盐田。据历史记载，郑成功的军师陈永华，金庸小说《鹿鼎记》里的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认为平步族的制盐技术不佳，品质苦涩，决定改革制盐。但后期因人力成本过高，而在2002年结束了300多年的晒盐业。后来当局为延续晒盐产业的文化，井仔角瓦盘盐田发展为观光区，吸引大量游客到此体验传统晒盐、挑盐的趣味，是一处适合亲子同游的深度景点。好了，好重哦，你可以吗？团友们不论老少，都爱体验当一刻盐工，呼吸大海的味道，还是我们爬上盐田中央的景观塔，俯瞰盐田景致。游客游山玩水，看什么景物都是美的，但对于以制盐为生的人来说，却是另一种滋味。从进水、蒸发、卤水、结晶，整个过程需要20多天，只要下一场雨，一切心血化为乌有。正是当地人说的一粒盐一滴汗。大面积的盐田和夕阳相互映照，也形成了美丽色彩，是摄影爱好者的热门景点。可惜我们无法等来落日，但是品尝当地特色风味还是必须的。盐卤豆花、咸冰棒、杏仁果蛋黄、盐焗卤皮蛋，都是吸引我们的当地特产。非常好吃，吃一口。咸甜，不错，很好，我吃着去买。周浩，你要这个还是要那个？他会找在台湾，处处有庙宇，盐乡的庙宇尤其多，而且很有特色，比如盐田朱母娘娘，是求姻缘的神祗。出口处土产店有虱目鱼干、台湾椰子、咸冰棒、飞鱼卵香肠、盐焗蛋。午餐在盐乡餐馆，我们品尝了著名的特产虱目鱼、无锅鱼和蚵仔煎，又是难忘的一餐。88公里路，1个多小时车程，来到台南又一热门景点四草绿色隧道。排队穿救生衣，准备游船河，以前是呈竹筏。请注意，要最好的请坐中间。因为坐船两侧待会进入绿色隧道，你要负责闪数，只能这一个。四草绿色隧道有小亚马逊河之称，乘船起点为已有300余年历史的四草大众庙，奉祀主神镇海元帅。全世界有50-60种红树林，台湾可以看到4种。来，首先我们的第一种就在这个右前方啦。这个长得很奇怪的红树林，对不对啊？牌子有写啊，它名字叫做五梨蕉，台湾话叫做五雷哈啊。所以你会发现它下面有很多像脚一样的枝、齿根啊，根很长，对不对？
因为人家是从上面长下来的嘛，现在有一些根还在半空中晃啊，但是它会持续往下长。当这个一条一条的根接近水面的时候，一条根就会变出4、5只根一样，像爪子哈，插在水里面的湿地，这样子它是不是就不会跌倒？这个是它的特色。来，右边注意头，左边有没有看到一堆五厘胶红树林？你往下面看，是不是下面的根长得越来越多？对呀，因为它会分散出去啊。不过五厘胶呢，这是有卫生纸，它这个不用花钱，因为古时候没有卫生纸这玩意儿，还没发明出来。我们用什么纸？草纸。但是如果家里穷，自己家。出来了啊！朋友们，我们要准备进去探险啦！还在我们提醒一下我们船上的贵宾们啊，树很低小心闪树啊！第二个保护好你家的手机啊！来，左边的朋友来，小心头，树来了，看到了没？左边的朋友来，头好低！注意来，左后方那几位朋友小心！又来了！连续动作，来，前面左侧，一鞠躬，这个叫再鞠躬，请趴下，趴低一点，哇，真的很低。看后面啦，后面啦，没有长眼睛啊。来，这在船左侧的朋友，注意左边那颗海葵。顶住了，不要去撞它。头上会有一个疤。来，左边继续加油。来，我们进入下一个隧道啊！来，左右两侧依然有海茄洞，注意安全。其实我们今天走的这条水道是比较特殊啊。来，左边头歪进来。首先这里在1988年，也就是我们民国77年1988年，这里就被列为保护区。这个不要。之后，这里同时也成为台江国家公园的范围里面所以你就知道一个区块政府双重保护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尽量维持它的原样。底下不要。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太低的树枝，我们其实不是把它砍掉很多都是选择把它拉高。如果是从下面开始就长得很低，直接撑一个铁架把它撑着。来，左边小心头放低但是在我们市场这个地方来左后方小心头类似这样子的水道，我们很多，而且四通八达，只是它没有形成隧道的感觉那这些的水道在日本时代其实在我们这里主要的功能有2个一个它主要的功能是运输海水因为那个年代我们这边有晒盐，来左右两侧小心头还有我们这边有鱼温要养鱼，左后方小心头所以水稻的功能就是把海水引到鱼温养鱼嘛，引到盐田去晒。来，全体来看这边，不要拍照，先看前面。下来看低侧的朋友，它非常的低。稍微低一点嘿。过了没有？过了。来，右侧头歪进来。右边。头歪进来。3级高才可以出来。小心头来这个段落。由红树林环抱而成的绿色隧道，像个半圆绿顶，
一层一层的向前叠出深邃的廊道，隧道尽头的树枝与倒影，像一个嘴唇，就是天使之吻了。也有人看到的是绿色之眼。大自然的奥秘与神奇，还要一点美丽的想象。我们经过土城乡就出来了啊。惊险刺激，30分钟游船河很快就到了尾声。我们带着满眼的绿意上岸，岸上有街头艺人在耍杂技。小朋友乖乖的成了他的模特。你不要动。呀。No, really is it? 哇！要表演。哇！下一站约6公里，10分钟车程，安平树屋。安平树屋原是德记洋行的仓库，建于19世纪末及日治初期，后为书法家朱九营故居，辟有书法展厅。我搭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迷倒几代人。经100余年岁月沧桑，仓库墙面满布榕树盘踞的气根，高耸的榕树茂密的树冠成为仓库的屋顶，屋树共生，类似吴哥窟大树盘缠的庙宇。树屋有规划完善的木栈道让人穿梭，有松鼠与鸟在树上嬉戏。园区内有咖啡厅，可喝咖啡或来支冰淇淋。手工艺人把铁罐化作精美的艺术品，有灯笼、黄梨吊饰，有香炉、杯盘等等。门前有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塑像，走路5分钟到了有400年文化积淀的老街。在耳际飘扬着安平追想曲中，逛开台第1街的安平老街买小吃。陈导请大伙吃豆花，白豆花、黑豆花都鲜美可口。
入夜，在城府凤凰美食尝国宴及晚餐，大导演李安的专属主厨杨淑燕亲自下厨，我们可有口福了。看看菜单，樱花虾竹叶米糕。虱目鱼粥。谢谢你。还有。一两勺先。孩子会吃。我拿家收一料。升官发财版、棺材版。他卖很好，那个比别人不一样。虱目鱼圆汤、虱目鱼柳、炸虾卷、台南担担面。那个肉是什么肉啊？牛肉。肉燥。等一下，我会炸。最后是安平豆花与水果，真是吃到撑。离去时，杨大厨还亲自送行，摸乳巷嗨翻天。玻璃庙神奇之旅，蒜头糖厂乘小火车。